是的，没错。我们的劳基法又再次的修法了。那但是各位啊，不要觉得说已经麻痹了，或是就随便立委们怎么修法吧。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次有关于修法的一些细节。特别是如果你的工作是属于派遣劳工性质的话，那就更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简单讲解的修法的一些内容哦。嗨，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立法院呢，在4月26号的时候，3读通过了劳动基准法以及劳工退休金条例这些相关法案的这个部分条文的修正。那只要经过总统公布之后呢，3天后这些新的法令就会生效咯。那虽然这次的修法呢，不是只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2种法令，其实还有其他相关的劳动法令也有去同步做到修法。但为了避免大家觉得太无聊，所以我们就不逐一的去跟大家讲解了，我们只揭露出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来跟大家做说明跟分享哦。那因为待会呢，我们会提到劳动派遣这个关系，为了怕大家对于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点陌生跟模糊，所以我们还是简单的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劳动派遣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吧。很多公司呢，在招募人才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想要去负担起这个担任雇主的成本，那或是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只有特定的时候才需要一些员工出来工作。这个时候呢，这些公司可能就会去找了派遣公司来去帮他们执行这些业务哦。那派遣公司呢，则会指派了几个自己所聘雇的员工去协助这些公司来去从事这些工作。那这些公司呢，我们在法律上可能会统称为要派公司或是要派单位。虽然呢，这些劳工的工作实际上是由这些要派公司所指挥监督的，但是啊，实际上劳工的这个雇主还是属于派遣公司哦。也就是说，派遣公司就必须负起所有劳动法令所课予他们的责任。那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劳动派遣的3方关系哦。但是啊，现在有很多的劳动派遣的关系其实已经本末倒置了，反而是派遣公司呢先去投标了一些用人单位所提出来的标案，那再去找了员工直接从事这些派遣公司所标了的案件。到这个情况之下，派遣公司呢只是单纯的变成了代发薪水以及投保劳健保的单位而已，并赚取了微薄的管理费。那在台湾啊，其实最常运用到派遣制度的就是我们的政府哦。那这次修法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规定派遣公司一定要跟这些派遣员工去签订不定期的劳动契约。那会有这样的法令修正呢，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有很多派遣公司呢，他们会用约聘的方式去聘雇这些员工。那如果之后没有去标到这些投标的案件的话，可能就会跟员工说定期契约期满了，而请员工要自动离职哦。那虽然过去依照劳动部的见解呢，会认为这样的认定并不妥当，这些派遣公司其实仍然应该要依照之前的方式来去办理才对。但是在没有明确的法令的规定之下，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公司不会去依法办理资遣。那所以呢，这一次的修法更明确的让许多的派遣员工知道他们的自己的权益是可以受到保障的。那我们简单来说啊，如果派遣公司仍然跟这些从事继续性工作的员工去签订了这个定期契约的话，如果经过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到最后这些雇主还是有可能会面临到罚则哦。那第二个修法的重点呢，就是派遣公司在积欠员工薪水的时候，这些派遣的劳工可以先跟他们的要派公司去请求给付这些薪资。这次会新增这样的规定呢，其实是为了要避免有些派遣公司它恶性倒闭，或甚至是卷款逃跑，那导致这些派遣员工到最后是根本拿不到薪资的，所以才会新增定了这个劳基法第22之1条的规定。如果派遣劳工被派遣公司积欠的薪资，经过追讨也都要不到这些薪资的话，到时候就可以转而向要派公司去请求先给付这些薪资哦。不过啊，这个规定对于一些正常使用劳动派遣制度的公司来说呢，可能会觉得有些无奈吧。因为一方面，这些派遣公司如果真的跑路了，那对于这些要派单位来说，其实是非常麻烦的。那一方面又要先代为给付薪资给这些员工，那其实啊，对于这些要派公司来说，他们的负担可能就会相对的比较大一点。所以啊，这些公司啊，以后最好还是要慎选派遣公司，会比较妥当哦。那这次修法的第3个重点就是不发资遣费，它的罚则是有提高了。大家知道，如果老板没有依法发资遣费的话，会有遇到多少的罚则吗？
答案是25万元以下，但是没有最低的金额。这个处罚的金额好像是有一点偏低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劳工他被积欠了10万块的资遣费，到最后公司却只被主管机关罚了可能2万块或3万块的这个罚款而已，那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吓阻的法律效果的。那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劳基法跟劳退条例的规定其实并不一样，所以违反劳基法的事业单位呢，每个月都会被公告在各个地方政府他们的违法情形。但是违反劳工退休金条例没有依法去发资遣费的这个情况，却是不会被公告的。所以到现在我们其实还是不知道到底有哪一些事业单位会因为没有发资遣费而被处罚哦。所以啊，这次的修法把没有发资遣费，或是所发的资遣费没有达到法令标准的，或是说没有在期限之内发给资遣费给这些员工的这几个情况啊，罚则都提高到了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处分之后啊，这些违法的事业单位现在是同样的会被公告违法事业单位名单的。所以相信啊，对于大部分的企业来说，应该是会达到一些吓阻的效果了。那当然啦，刚刚提到这些规定，我们还是要看实际上未来的落实情况怎么样，不然这些法令定得再精美，到最后却都没有好好去执行的话，相信很多雇主也都是不会把这些法令放在心上的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次修法的一些很简单的介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按个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